各位網友，大家好啊！玩書走天涯，走進歷史，走出現實。就在現實中間，當很多人認為台海的所謂的危險期是在2027年的時候，玩書得到一個不同的結論：危險期已經過了，台海永遠安全了。也就是說，中國不可能從各方面不可能來武力打台灣了。好，大家聽我玩書細數道來啊。首先，玩書做这個世界大戰正在加速這個系列啊，當時的背景啊，俄烏戰場上正在打，是吧？中東戰火的燃燒，那麼台海作為第三戰場，一旦打起來，那麼就是世界大戰，這是玩書的一個判斷。但是現在三大熱點地方，兩個熱點已經基本熄火。首先我們看俄烏戰場，俄烏戰場通過的這個5年的拉鋸戰，烏克蘭終於在戰場上開始奪取了優勢。這個優勢靠什麼創造？當然靠人民，烏克蘭人民以及全世界幫助他們的人民。他們在技術這一塊有無人機在開始統治整個戰場。現在的俄軍和烏克蘭的戰神比啊，大概在1:5到1:6，就是每死傷5個到6個的俄羅斯軍人，這邊烏克蘭死傷1個。當然烏克蘭死傷這1個，由於烏克蘭人口少啊，人口是這個俄羅斯的這個1/幾啊，所以對他們來說損失也很大。但是由於無人機大規模的這種配置啊，烏克蘭的無人機有2個公司已進入到美國市場了，受到資本的青睞，那麼它的这個年的这個產量跨過了100萬級別。一個無人機就是一個士兵呢，甚至不止一個士兵呢，對吧？它可以什麼穿雲破霧，是吧？叫什麼一騎絕塵，對吧？那這個力量比單兵強多了，一年幾百萬，所以打仗是不光是打的後勤打資源，這個俄羅斯有一定優勢，同樣是打的技術，打的是科技。烏克蘭毫無疑問遙遙領先了，這個戰場正在逐步的流轉，並且呢，俄羅斯也通過這個派這個傳話人啊，就是個大亨嘛，到這個基輔去談判了。所以未來俄烏戰爭會停歇下來，這個和平有期。這一出的戰火熄了，我們再來看看中東的戰火。想不到吧？美國出手了，對吧？美國突然的這個是吧？消滅的伊朗的空軍、海軍，當然陸軍沒有消滅啊，沒法登陸本土。所以說，這個戰場，川普最近已經宣布啊，這個最後的協議達成，正在生效階段。那麼，赫爾木茲海峽開始解封，石油價格下來，中東戰火加上這個哈馬斯也被這個以色列打得差不多了，是吧？中東的這個重建，是吧？這個就是加沙地區的重建，這也沒問題了。所以說，兩處戰火都在這個不管是這個世界大局的影響下，這個烏克蘭人民的爭取下，還是在川普把歐盟的這個幫助下，一起下來了。那麼台海還有沒有可能成為一個戰火呢？絕無可能。為什麼呢？因為中國要打台灣，他肯定最好是渾水摸魚，趁着這個美國、歐盟是自顧不暇的時候打，這麼好的時候沒打，對吧？這是窗口期，這個才是窗口期。尤其這俄烏戰爭沒停，這邊中東戰爭戰火又起，這個時候中國去打台灣，這個還是很好的這個時機。過了就過了，沒戲了，後面好，再談第二觀點，就是3處戰火，2處就熄了，另外一處也燃不起來，也挑不起大浪，不敢，對吧？因為大家都聚焦在這一點上，從政治上、從軍事上、你從外交上，你都是不合適的。第二點就是美日正式聯手，尤其是日本的高市早苗當了首相。如果日本這個首相還是這個親中派，是吧？跟韓國一樣，那這個美日聯盟美日就沒有了，那只有美國。美國畢竟是那勞師遠征啊，那個坐航空母艦過來，是吧？所以他那個畢竟還是不容易，你也不能靠菲律賓那小國家，靠日本。美日聯手，這個第一島鏈
就安全了，加上台灣自身的啊，对吧？所以没有日本這塊棋就不行。所以丸叔當年啊，就是在這個高市早苗當上首相，選舉達成那一天，丸叔結論出來的台海安全了。那我現在說的結論是，世界大戰原來丸叔節目叫加速是吧？現在戛然而止，停止了，因為這個美日正式聯手，因為台灣有事就是日本有事，這個話大家都知道後面什麼意思，並且那個美國在戰略這個白皮書裡面已經把中國寫作的唯一的這一個戰略对手，這已經盯上了，就是美國只盯亞太，歐洲不管了，歐盟你們搞没有，你們搞不贏俄羅斯，那是你們沒本事。我覺得这個川普這個話蠻好啊，雖然說起來這個有點不近人情的吧，不管烏克蘭，不管軍援呢，但是也是實情的。這個你歐盟打不贏俄羅斯，你算什麼呢？是吧？你們管，我是盯亞太，我第六盯中國。加上川普4月份是吧，5月份啊到中國去訪問，互相又給了一些橄欖枝，給了一些这個甜湯蜜棗是吧？大家能不能賺錢是吧？發大財算了，不用這個是吧？搞了對吧？川普該妥協一點啊，給我們這個中國領導人一點面子是吧？也給了，軟的硬的都來了，所以呢這一塊搞定了，不可能大打了。美國緊盯亞太，日美聯合加上台灣，這個防線非常穩固，你也還打不贏。下面丸叔說第三點，為什麼說打不贏？當年這個丘吉爾啊，我在我的戰爭戲裡面講過，二戰登陸這個諾曼底的時候啊，丘吉爾是反對的。為什麼呢？丘吉爾一算賬，那起碼要這個上千艘船，那這個起碼要是10-20萬人同時登陸，是吧？你這一旦失敗了，蠻麻煩的。好在美國有空中已經全部是占領了，哈哈，冒着犧牲幾十萬人的這樣的一個這個風險，強行登陸，搞成了，但是失敗風險是有的啊。所以呢，丸叔分析啊，作為軍事迷分析，如果中國打台灣，30到50萬人的軍隊是要準備的，那就是要動員中國的1/3到1/2的軍隊了，沒這個軍隊過不去，上千艘船同時過來，1-2天之內登陸上岸，這個難度非常大，對吧？空中有美軍的這個 F-35，是吧？台灣的 F-35，日本的，你這是活靶子啊，怎麼過？登陸了，人在沙灘上面，是吧？後勤给養到不了，你守不了1-2天，還得懷着轟炸你，那你田徑軍3-5十萬的生命搞不好是白送命。真的白送，除非中國有制空權，除非通過民船幾個小時之內這50萬人上岸了，可能會好一點，那不大可能。這個哈馬斯這個海馬斯火箭彈也不是吃素的，所以這個不大可能。所以最多呢，中國採用最高的戰略就是封鎖台灣，像當年的圍這個長春一樣的圍困戰。就像這個伊朗這次不是封鎖這個赫爾木茲海峽嗎？封鎖這個招讓油價起來了，讓你船過不了，讓你很麻煩，讓你這個生意不好做，這個是麻煩了。那你美日要打吧，你這個理由也不足，對吧？也麻煩。但是呢，這次川普又試了一種新方法，你封鎖我封锁你，外圍把你封鎖，哇，誰封鎖誰啊？這一招高。川普的高比，所以他反封鎖，你封鎖台灣，我封鎖你，麻煩了。所以這個中国也受不了，這一招也沒用。所以說，不管是強行登陸還是這個封鎖，看這招都不管用。所以中國，我覺得不管是從哪方面，從政治、從外交、從軍事、從技術角度，都不可能。並且呢，丸叔講第4點，現在中國的風向也變了。我看了中國很多的小視頻、短視頻啊，都是講台灣的，台灣怎麼好啊，台灣老百姓怎麼富裕啊，台灣老百姓什麼醫療保障啊，各方面，開始這種視頻在中國開始不能傳播的，開始封號的，現在開始傳播了，是吧？這個我們的食品啊，中國食品啊，有毒食品啊，科技很活比較多，台灣這沒有啊，是吧？這種視頻開始廣泛傳播，
讓老百姓認識到我們跟台灣還有距離，我們他幹嘛去統一他？我們自己都活不下去，還統一別人幹嘛呀？是吧？哎，對不对？開始輿論造勢了。哎，這就是我認為這個可能是這是中共來有意的來為之的啊，不會是無意的啊，對吧？因為中國這個網絡封鎖很嚴格，所以王安石通過以上幾個方面啊，從軍事上3大熱點地區是吧，2個熄火啊，通過美日聯手，通過渡海需要3到50萬，基本上不可能實現，封鎖也實現不了，也不可能，所以台海永遠安全了。起碼永遠啊，在我們的未來的10年之內，好不好？多的不敢說啊，10年之內，就包括伊朗嘛。我們說10年之內他翻不起大浪，他翻起來跟他打掉了。这現在全滅，領導層全滅，這個空軍海軍全滅，你還打什麼打呀？還勝利了？這扯淡，對不對？你再搞下子，不就再打掉，不就簡單了嗎？所以這個比較壞的政府，非要靠強權把它打掉啊，是吧？流氓只會認識拳頭，就這麼簡單。對吧？所以我說這個啊，台海安全了，喘口氣過了以後，這個話題不談了啊。台灣自己把自己的這個小生意自己做好，對吧？哎，對吧？就行了。哎，我覺得就結束啊。那麼玩出這個什麼這個世界大戰加速系列，今天是最後一期，到此結束。玩出也樂於見到世界和平，和平多好了。大家天天看看足球賽是吧？看看玩游戲是吧？哎，這個能源也靠這個太陽能，什麼核能這個是夠了是吧？大家都做的這不用是吧？像玩叔這樣沒事做點視頻，對不對？就完了，結束是吧？好不好？這個生活是最好的啊！玩叔有機会還到台灣去玩一玩，看一看是吧？哎，去體驗一下我們台灣的這個中華文化，哎，這個多好呢，是不是？好不好？希望看我這個視頻的這個網友啊。玩叔以上的看法，有不同意見可以和玩叔互動，打在屏幕下方。謝謝大家。讓你能夠聽到我的心，什麼時候也能把我想起。